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，为了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，对世界排名第2的国家有一种天然的敌视。在过去的100年间，美国就曾经连续干掉了4个世界老二，而且是悄无声息的、致命的暗中打击。21世纪以来，作为美国前国务卿的基辛格还时不时提醒美国，必须依然警惕老二的威胁。当然，这个老二就是如今日益强盛的中国。虽然美国干掉了前面4个世界老二，但是这第5个老二却和前面的国家不一样，让基辛格等美国战略家有些头痛。为何基辛格会说第5个世界老二与前4个不一样呢？这还得说说美国是怎样整垮前面4个世界老二的。第一个是英国。英国曾自称为日不落帝国，它为啥这样狂呢？因为在一战结束后，英国的领土达到3300多万平方公里，是现在俄罗斯的2倍啊，能不狂吗？而现在的美国，在18世纪还是英国的殖民地。虽然说风水轮转，但英国从一个庞然大物沦落到一个仅仅只有20多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国，的确让人匪夷所思。这一点只怕要归功于他的盟友美国。难怪美国人说，当美国的敌人比当美国的朋友好。因为当敌人只是危险，当朋友可能要命。既然美国在18世纪还是殖民地，它是怎样成为一个国家的呢？1773年的一天，北美洲的青年把英国公司的茶叶倒入了大洋之中，向英国展示要独立的决心，由此拉开了美国独立的序幕。3年后，美国宣告独立。美国独立后，一开始英国并不承认，但抵不住以法国为首的国家对美国的支持。最后英国只好承认美国独立。随后的100年时间里，美国在北美洲是励精图治，悄悄发展。到1890年的时候，美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，成了世界第1。而美国作为一战的参与国，却在一战中赚了个盆满钵满。这主要是美国太聪明了，在一战前期，他甘为小弟，投入的兵力并不多，加上战场又在欧洲，美国本土未曾受到损害。美国此时做的主要事，就是趁机向参战双方售卖军火，从中获取暴利。最后，美国不仅占领了欧洲的军火市场，还让打仗的各方都欠了美国的钱，美国也因此成了最大的债权国。虽然说英国在一战中伤了一点元气，但毕竟国力强大，底子不薄，如果稍稍休养生息，还是有可能恢复昔日辉煌的。没想到二战又接踵而至，这一下直接把英国打到了世界老二的地位。1939年二战爆发，英国与德国展开激战，在德国猛烈攻势下损失惨重，加上德军战机空袭英国城市，英国本土也饱受了战火的摧残。而美国一直在岸上观战，并没有准备出手，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，才把美国拉下了水。二战结束后，由于美国是战胜国，本土又未被战争波及，所以不论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俨然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。但面对昔日的领导英国，虽然已被打成了老二，但国土面积庞大，心中不免有所忌惮。为了防止英国再度崛起，美国就暗暗唆使英国的殖民地独立，先后就有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等宣布脱离英国独立。随后，美国主动提出向英国提供技术、贷款等，帮助英国恢复经济建设。此时的英国满目疮痍，急需要战后重建，只得忍气吞声与美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，将港口和军事基地等做抵押出让，然后放弃英镑国际通用货币地位。从此美元就替代英镑成了国际通用货币。好战必亡，一战二战的结果直接让英国将世界霸主的地位让给了美国，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就此沉沦。英国对美国的威胁刚刚解除，另一个强大的对手紧挨着就出现了，它就是苏联。1922年，俄国10月革命爆发，由15个苏维埃共和国组成了联盟国家，也就是苏联。苏联成立后，在斯大林带领下，只用了20年时间，就成为了世界第2的经济强国。二战后，苏联就开始设想成为超级大国，虽然已经是世界老二了，但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是比美国差了一大截。美国当然不会坐等苏联超越自己。
于是美国将打击重心放到了苏联身上。美国是如何打击苏联老二的呢？美国先是挑动苏联周边的国家，与苏联争夺海域，让苏联自顾不暇。为了拖垮苏联经济，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，美国提出了恐怖平衡的理论。什么是恐怖平衡呢？大概意思就是说，都有核武器，谁怕谁。在这个理论下，苏联为了与美国拥有对等的力量，就不得不加快核武器的研制。只此一招，美国就让苏联把经济重心都放在了军工产业上，而其他的产业没有钱和政策的支持，就发展不起来了。因此苏联在产业布局上严重失衡。在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，美国画了一个星球大战的饼，苏联为了不被美国压倒，就不甘示弱地与美国展开了太空竞赛。竞赛的结果就是，苏联把国库大多资金都投入到了消耗大、收益低的航天事业上，对国内经济发展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苏联就是这样在美国的忽悠下自废了经济。所以说，强大的对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看不清自己的情况，非要出头，这不就忽悠瘸了。由于苏联经济和技术都落后于美国，美国就对其进行封锁，不准其他国家将先进技术卖给苏联。苏联得不到先进的技术，就只能在武器装备上砸钱来维持武器装备上的优势。然后美国又利用媒体和金钱收买的公知，对苏联进行抹黑丑化，鼓吹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，还制作各种影像制品、书籍等向苏联民众宣传西方民主。当时的苏联由于与美国搞军事竞赛，造成国内经济不景气，民众缺衣少食，生活艰难。这样的生活与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一对比，民众对苏联社会制度就产生了不满，最终苏联分裂成了多个国家。苏联的解体既是美国为其画饼的结果，也是苏联想称霸全球的野心造成的后果。这是美国整垮的第二个老二。好不容易苏联这个强大对手消失，美国没想到手下的一个小弟却成心头之患，他就是日本。二战后的日本被原子弹炸的确实看上去有点惨，而美国为了打压苏联，就选择扶持日本。日本经济发展得很快，不仅是得力于美国帮助，还有他自己也很努力。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的时候，日本经济就成了继苏联后的世界老二。钱多了，人就有点飘了，日本人就把超越美国当做了自己的目标。美国看到日本这个发展速度，也开始有了危机感，怕自己早晚要养出一条白眼狼来，就寻思必须得给日本一个教训，让他认清楚谁才是爸爸。20世纪80年代，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走在了世界前沿，特别是半导体技术那是一枝独秀。美国想要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，又考虑到和日本是同盟国，不好意思明来，就想找个机会对日本高科技下手。而东芝公司就很来事，为了找钱，他偷偷向苏联售卖高科技的机床，让苏联核潜艇技术瞬间进步了一大截。美国知道后，趁机就对日本东芝展开制裁。美国对日本东芝制裁，直接让日本半导体技术从此风光不再。在金融方面，美国布局做空日本。1985年9月，美元开始贬值，日元同时大幅度升值，大量资本就涌进了日本，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。日本股市和房市也就水涨船高，日本当时非常得意，觉得这钱赚的就像是大风刮来似的，太容易了，也喜欢上了这种感觉。同时，由于美元贬值，日本在美国的资产也跟着贬值，与美元挂钩的日本工业也受到冲击。在股市、房市的泡沫下，日本对外投资和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。这个时候，日本人有钱人太多，他们涌到美国去疯狂投资，美国就通过金融监管阻止日本人在美国投资。这样，日本资本就只有重新回到日本国内。这个时候，美国觉得可以收网了。1989年，美国与日本相继签署日美结构性障碍问题协议等一系列协议，从制度层面强行干涉日本的经济金融政策，要求日本对股市、房市规定进行彻底改革。日本这时才傻眼了，但是迫于美国的强大实力，
日本只有按美国方案进行改革。泡沫经济被刺破，日本股市楼市断崖式大跌，日本被美国一巴掌打回了10年前。不能不说，拳头才是硬道理。日本吃了美国这么大的亏，还只有硬挺下去。弱国无外交，这也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。日本拉垮之后，世界各国都看清了，美国这个霸道的国际警察必须得防着点。于是很多国家开始抱团取暖，但是这抱团也不能避免被美国打压的命运。这就是第4个世界老二，欧盟。二战后，欧洲各国城市都像一片废墟，美国趁机提出为欧洲各国提供援助。随着美国经济的渗透深入，欧洲各国的政治玩家们也察觉到了美国的野心。为了避免沦为美国的附庸，欧洲各国在1993年成立了欧盟。欧盟成立后，大家共同发展，科技经济有了极大的进步。到1995年，欧盟联合体经济就已超过了美国。这个时候，美国就有了危机感，他把欧洲各国联合在一起，共同对付自己，让自己失去世界警察的地位，因此开始想办法整垮欧盟。于是美国不断在欧盟各国间制造矛盾，经过长时期的破坏，2017年英国公投脱欧，2021年美国又挑起乌克兰危机，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收拾欧盟剩余国家。本来欧洲各国与俄罗斯长期以来在能源上有合作，符合双方利益。欧洲缺能源，俄国是能源大国，欧盟一直以来都以低价购入俄国能源。由于美国怕德国和西欧与俄罗斯走得太近，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，于是美国为了破坏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，挑起了俄乌战争。俄乌冲突后，美国就推动欧盟对俄罗斯实施能源禁运。这样一来，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得到了2大好处：一是俄罗斯与欧洲合作关系崩了，欧洲不买俄国能源了，缺能源欧盟又不行，美国就趁机出售高价能源，大发横财。二是俄乌冲突强化了欧盟对美国军事依赖，俄罗斯军事实力这么强，欧洲各国安全感降低，欧洲防务只有靠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保障。俄乌冲突至今还未结束，就是美国不想让它结束。美国想通过俄乌战争拖垮俄罗斯和欧盟，而这几方已中了美国的奸计，没法全身而退，只好死撑。这一战美国已达到分解欧盟的目的，彻底拖垮欧盟只是时间问题。而美国没达到的目的，就是没把中国拖下水。所以最近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举措，让人感到了美国的焦虑。从2018年起，美国对中国部分商品追加 25% 的额外关税，中美之间正式交手。然而4年过去，中国经济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，反而是美国有点伤筋动骨。美国以前的种种手段，在中国面前通通失效，美国对中国真的已经很无奈了。为什么美国干掉前4个老二的手段，在中国面前失效呢？其实主要有几点。中国从来走的是和平崛起路线，与美国最大不同就是，美国靠牺牲其他国家获利，而中国发展是寻求共赢。因此在国际上中国有良好口碑，众多盟友。二是中国是一个独立的、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所以它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扰，可以一门心思发展自己的经济。三是中国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工业体系，还拥有大片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，是勤快定，既可以让经济内循环，又可以让经济外循环。可以说美国之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对手，基辛格因此才会发出这种警告。那么中国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？不能，美国势必会另想花招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36省的简称省会：黑龙江省，简称黑；省会哈尔滨；吉林省，简称吉；省会长春；辽宁省，简称辽；省会沈阳；河北省，简称冀；省会石家庄；甘肃省，简称甘；省会兰州；青海省，简称青；省会西宁；陕西省，简称陕；省会西安；河南省，简称豫；省会郑州；山东省，简称鲁；省会济南；山西省，简称晋；省会太原；安徽省，简称皖；省会合肥；湖北省，简称鄂；省会武汉；湖南省，简称湘；省会长沙；
江苏省简称苏，省会南京；四川省简称川，省会成都；贵州省简称黔，省会贵阳；云南省简称滇，省会昆明；浙江省简称浙，省会杭州；江西省简称赣，省会南昌；广东省简称粤，省会广州；福建省简称闽，省会福州；台湾省简称台，省会台北；海南省简称琼，省会海口；新疆简称新，省会乌鲁木齐；内蒙古简称蒙，省会呼和浩特；宁夏简称宁，省会银川；广西省简称贵，省会南宁；西藏简称藏，省会拉萨；北京市简称京，省会北京；上海市简称沪，省会上海；天津市简称津，省会天津；重庆市简称渝，省会重庆；香港简称港，省会香港；澳门简称澳，省会澳门。你们都是哪里的呢？